怎么样？挺好看吧？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20号星期六，又是周六早晨，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一起集体配速跑。今天收有点晚，已经5点29了，5点45集合。我到集合点3公里，看现在好起来了，天亮得越来越晚了。我出门的时候气温只有24摄氏度了。走，大完成。哇，我到了，还有1分多钟。先接水，无糖电解质2包。停表重新搜星。那天世锦赛他都不一抢跑了吗？我想知道那些运动员那么短的时间来得及保存在搜星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呀！最近忙吧？结实了呀，瘦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田先生是不是瘦了？腿晒出这个颜色，说明变强了。哦，看田中女士的衣服。哦，田中さんかっこいいです啊！他们上周有一个场地赛，但是我没弄明白具体是什么，特别酷。我没弄明白具体是什么，我也没弄明白成绩在哪儿看。但是我们跑团去了几位女士，合完营准备开始。看我今天的怎么样？挺好看吧？专门给鞋配的颜色。哎呀，东京马拉松不出意外的没中签儿，现在就给北马积好运了，是不是？じゃあ20キロ、15キロ、そして30キロ、30キロいくそうです。はい、3分50。哦。じゃあ先頭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3、2、1、はい頑張れ。哦，走。1公里3分44。加速去拿水。3分44，第5公里。哦，前5公里18分49。到，哎，3分40，10公里37分23，还可以的成绩。加油！放水一条得追好长时间。
上1公里3分38，我的最后1公里。3分34，还到，孩子，他们真厉害。可能领头那位先生还要继续跑，他步频特别高，也马拉松最好成绩232，去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好像是234还是多少。到这儿你看我们转2圈的原因是有人停下来喝水和降温，确实还是热。今天这个算是竭尽全力了，很累。还到，迎面跑过来这位就是2时32，要去参加福冈国际。来，组长白豆。暑い。bad condition， 包括 bad condition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真棒！
我今天其实应该稍微慢一点跑20，但是不跟，感觉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先喝水。15公里，平均配速3分43，可以。平均心率178，最大冲到191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心率区间可怕。我今天带的是 H2RM600，是胸带，有50分钟的时间都在最头那区。但是其实我不看这个。我们这3趟爬升50米，可以，等效跑量24.5公里，算是高效训练。看一下计圈啊，第1公里3分44秒78，心率160，第1公里就160了。第2公里3分45秒68，心率170。第3公里3分48，心率173。第4公里3分45秒91，心率173。第5公里3分44秒81，心率174。我记得第一个5公里是18分多，这个不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第6公里3分45，心率177。第7公里3分46，心率178。第8公里3分40，心率179。第9公里3分41，心率178。第10公里3分40，心率180了就。我记得10公里的时候在38分之内。哦，对了，我中签了那个上海10公里的精英赛，而且要去。去年是前多少名可以直通？是直通上海半马，然后上海半马再能直通全马，对不对？知道的小伙伴弹幕评论一下。应该是，我回去再看看竞赛规则。这是我第一次中这个比赛，我报了3次，就中了这一次。从第10公里从那儿拿完水放下去追大家，就开始加速，因为那位要参加福冈国际的小伙，他加速了差不多2.5公里。第11公里3分40，心率就184了，因为那一组加速，我看当时追他们的时候3分30，哇，他们也要跑20公里。平原先生，田中女士。第12公里3分44，心率185。然后第13公里大家就开始加速了，3分37秒98，心率186。第14公里我就开始加速了，大家差不多3分40，我3分38秒91，心率186。最后1公里我3分34秒50，心率189。你们看我停下来没多一会儿，大部队就过来了，他们还要再跑5公里。其实平心而论，如果我不加速，要我再跟5公里，我也能顶下来。但是当时没有，就是觉得还是想冲最后的2公里。我觉得如果再顶一个5公里，最后不一定能加起速来。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，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信心会足一点。你看，就像悉尼马拉松最后那个冲刺，有小伙伴弹幕在说是这种训练的作用，我也觉得是，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的训练都是前快后慢，或者后边冲不起来，但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。这最早忘了是跑团哪位那个同伴带起来的这个感觉，我就一直这样，我觉得特别有帮助，就是对心理特别有帮助。我特来3万的的，对。这儿一结束都互相说谢谢辛苦了再见，特别好。来，我们采访一下最近特别忙的田先生。今天15公里跑了多少？357，厉害！今天太顶了，今天那个对，前面的小伙带得太快了，对不对？也不是，我还是能力不行，是带得太快，到第6公里我就跟不上了。对，我刚才前2公里跟田先生聊，我说大阪马拉松的时候，前32.195公里我就是3分45，无法想象。3分45跑完32公里，正好2个小时，然后最后还有40分钟跑一个10公里就稳了。这周末衡水湖那位1240的小伙伴就照着3分45这么干。今天我平均心率都到160多了，我一度怀疑手表坏了，但是之前一直是这个表，是吧？刚才跟田先生聊，就说像这个15公里55分多一点儿，差不多马拉松得有2小时50以内的水平，甚至是2小时45左右。在这个气候条件下能跟下来，我个人判断啊，2小时50应该跟不下来，我觉得。
辛苦了，补水。加不了油，补水。哈哈。哎，小伙伴们，9月20号星期六，训练回来了，又冷身了不到3公里，跑不动了，但是凉快了。今天跑完以后，在那儿站了那么长时间，汗也没有流到鞋里，啊，凉快了不少。刚才少看了2个数据，一个数据是垂直振幅百分比5.6%，还有一个就是步速损失百分比2.3%。之前就上周4还和朋友在讨论这个指标，我觉得像那些大的指标，比方说像跑步经济性啊，这些跑步耐受度啊，这些就是它需要几天的训练之后给你算出这么一个数来。我觉得这种数呢，其实反倒对像我们这种普通爱好者来说，它没有什么，就是它有意义，它有比较的意义，但是没有指导的意义。像这个步速损失百分比呢，虽然它不可能说，比方我看我这个百分比高，然后我去有办法让它降低，并不是，还是通过训练来降低。但是呢，这个数它是每次跑步去更新的，就是这一次我是这么多。然后呢，可以让你找到一个，就是那天我想到一个词儿，叫做一个甜点配速，对，就像我们说 CPU 有个甜点频率、甜点电压一样。对，有这么一个手，就是在这个配速下，你的步速损失百分比是最低的。然后再快，比如像我跑400米间歇，或者跑1公里的间歇，我这个步速损失百分比可能是2.6%。虽然我的配速快了，但是我为此付出了代价。就是我的身体还不能很好的驾驭它。我要再慢呢，这个百分比也就大了。像今天这个3分43平均配速，其实是我理想的下一个目标的马拉松配速。在这配速下，我现在的步速损失百分比没有高过2.5%，我就认为我其实在这个配速下，我的跑步动作的经济性和驾驭能力差不多，我能达到，我就会有一些信心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愉快的周6的早训练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